Oh my god， 我好久没有遇到这么有感觉的人了。我真的好喜欢他，不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他，就特别想见。可是怎么我们在一起久了以后就会互相打架？是不是过了蜜月期？我们真心相爱，可是真的在一起，却又这么痛苦，要彼此伤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ici 西西。在39岁的时候，我离婚了，经历了这一段11年的感情和这15年的相恋，还经过了被骗的这一次经历，我成长了。我想在这一段故事里面成长的一些总结给你们大家年轻人，或者是有恋爱脑的一些小伙伴们，告诉你们这一些坑我踩过，你们可以少踩踩。今天呢，我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，有感觉不等于合适。为什么我们嘴里经常说的 chemistry 和 butterfly 有的时候会骗你？还有我怎么用现在总结出来的3C 法则去帮助自己理性的选择长期伴侣，少踩一点恋爱脑的坑。看到视频最后，你们可以恍然大悟。Chapter 1 dating 初期为什么特别容易上头？在我曾经的一段被骗的经历里面，我们 dating 的这7个月，这7个月前期我是非常上头的。即使我们没有怎么见面，我甚至对自己说过一句话，我从来都没有跟一个人有这么强的 chemistry， 真的非常上头，他一定非常适合我吧，他一定是那个我命中注定的人。现在回过头来想起来，这句话其实非常有意思，因为其实我根本没有非常了解他，就是到这个40岁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，一个大女主，我竟然还是恋爱脑了。我们先来讲一讲 dating 初期为什么它能够让你上头。大家经常把这个阶段叫做蜜月期 honeymoon period。我们所谓的 chemistry 这个背后其实是有一套逻辑在工作的，这个逻辑就是你们大脑的奖励系统。这个奖励系统里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 dopamine 多巴胺。早期强烈的浪漫吸引会涉及大脑里跟奖励动机有关的一些区域，比如 VTA 腹侧被盖区，还有尾状核。研究发现，当一个正在处于恋爱期的人，就是看到恋人的照片，这个多巴胺都会分泌的非常强烈，这个就是你脑子里的多巴胺这一块正在活跃了。但是大家要注意， chemistry 不等于多巴胺。爱情啊，它当然不可能只是一个化学机制，但是多巴胺它可以帮我们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你为什么这么想要得到一个人。因为多巴胺最重要的一个作用之一，它并不是单纯的让你开心，它更接近的一个理论就是 wanting 我想要， motivation 我要去追， salience 这个人突然在我的世界里变得很重要。所以当你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，很多东西都是新的。他的第一条 good morning， 带你去的第一个餐厅，和你们一起去打卡的一个体验，甚至第一次亲吻，第一次牵手，第一个 good night， 第一个睡觉，全部都是最新的刺激，会让你的大脑高度的关注它。于是你就会觉得，天哪，这个人真的好特别，他和以前的人都不一样，我好喜欢他。但是我要在这里给你们泼一个冷水， wanting 不等于 liking， 就是你想要不等于你喜欢。我非常想得到一个人和我真正的想要和他在一起，这个是两码事。这个也是我后来意识到的一个问题，你是真正的想要得到他，还是你享受跟他在一起的一个时光。而且在 dating 里面特别能让你上头的并不是稳定性，而是一个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。比如一个男人星期一对你特别热情，星期二也会回你的消息，第3天突然就没有动静了，第4天晚上突然跟你说 thinking of you， 你马上会想 oh my god， 原来他真的注意我了。然后第4天又消失了，你就会主动给他找借口。你的脑子里面整天在想，他究竟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他是不是现在在忙？他到底喜不喜欢我？为什么昨天那么热情，今天又突然不理我了？为什么那天明明睡得还好好的，第2天又不回我消息了？这背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大脑学习机制，叫奖励预测误差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原本预计可以得到多少奖励，和我实际得到的奖励会有不符。如果有一件东西它持续的出现在你的预期中，你会判定这是正常的。比如一个人每天早晨都跟你说 good morning， 第1周你会觉得很开心，到第30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很正常。但如果这个人3天没有理你，突然在半夜给你发一句 I miss you，突然在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这一句 I miss you 它的含金量比以前要高很多，因为它出现在你没有预期的时候，意外出现的奖励它在你的脑子里成了一个学习的信号。所以忽冷忽热的关系就会容易上头。老话有句说法叫做男人不坏女人不爱，我也不是说女人天生就爱坏男人，但这里我们有一个值得让人深度思考的问题，就是一个稳定的人为什么反而没有那么容易让人上头，
而为什么一个对你忽冷忽热的人，可以让你对他想念一天50遍？所以今天来看我视频的人，我想你现在脑子里面一定想着那一个或者多个人。你们有没有可能并没有因为真的是太爱他所以想他，而是因为一直想着他，所以觉得自己太爱他了呢？那请把你们的答案放到公屏上。Chapter 2 Chemistry 最容易骗你的地方，就是你的大脑其实是在追求一个 reward 一个奖励，而不是在评估一个 partner 你的长期伴侣。当你的奖励系统启动了以后，你的脑子就会去判断他有没有回复我，他什么时候再来约我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，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进入下一段关系，他什么时候才能对我 propose， 我们是不是能够结婚。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就变得非常的刺激。但是长期关系你们需要问的问题是，他诚实吗？他情绪稳定吗？他的金钱观价值观怎么样？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会不会尊重我？我说不的时候他能不能够尊重我？他会不会对我用冷暴力？他说不的时候我能不能同样对他付出尊重？他想不想结婚？他想不想要孩子？我们的生活方式合不合？我爱吃的他爱吃吗？他爱吃的我是不是也能接受呢？遇到压力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？这些问题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的 boring？ 和你收到了一个短信，是不是比起来缺少了一些刺激感？但偏偏我认为这些问题才能决定了你们将来能不能一起过日子。你们的 reward 系统在问他什么时候能够见我，但是你的理性必须要问他适不适合和我过一生。所以你要不停地提醒自己，让理性给自己提问。这是我2次犯的错误，我已经到了40岁了，我还是犯了第2次错误。但犯了第2次错误以后，我反思过后，我就发现这些 boring 的问题，你应该在谈恋爱的初期就好好仔细的问，因为很多问题就已经在那个时候隐藏了。如果那个时候就发现了这些问题，我可能根本就不会选择和他进入婚姻，因为我们根本不合适，我们不 compatible。其实就算是离婚，我也没有意识到原来我自己的问题在这里，所以我犯了第2次错误，被骗。但是上当以后，我就发现原来我的问题的本质在这边。现在我在视频里面告诉你们，会让你们少走很多弯路。现在我会觉得强烈的奖励、情绪和注意力会影响你们的判断力，所以我们就千万不要说，因为我恋爱脑了，所以我的理性就不去做判断了。其实我们的理性一直都存在，只是我们以前没有认真的听它。希望看完这个视频后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的理性可以占一占上风。Chapter 3 为什么稳定的人反而一开始没有火花？还有一个特别值得讨论的问题，为什么有的人会让你觉得我对他特别有感觉？他长得也不帅，也不是因为他有多完美，可能就是这种 relationship pattern 让你觉得特别的熟悉，他让你想到了一个人，就是你的前任。比如有的人习惯性的思维就是我要努力一点才能让他喜欢我，我曾经就是这样得到我的前任的，我要表现得更好，他才不会走，他才不会批判我。他冷我就追回来，我就有成就感。他一天不联系我，我就好焦虑。他一句 I miss you， 我的世界就发光了。久而久之你们的大脑就会把这种强烈的情绪波动理解成爱情，而平静呢 drama free 就是不够爱。焦虑、渴望加上一点回应，就是你们要的 chemistry。有的人说这些东西都能归结到原生家庭，我不是说每一个人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童年，我也不想随便给任何一个人贴一个 attachment 的标签。但是我现在经常会问自己和朋友的一个问题，我究竟是喜欢这个人，还是我喜欢追逐他的这个感觉？是真的没有火花，还是你们没有焦虑？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特别重要，因为我在感情和成长上真正的转折点并不是离婚，而是那一次被骗的经历。以前我会觉得 chemistry 就是一种生理和心理上的立即吸引，我的第一眼喜欢你，我们聊天特别聊得来，你特别尊重我，我们的亲密关系特别好，这个就是 chemistry。 但我现在认为 chemistry 是需要时间来稳固和经营的，它可能是半年，也有可能1年甚至更久。因为我现在不会因为任何一个男人而产生剧烈的情绪波动，也不会害怕被抛弃而不断去追，也不会因为他一整天没有发消息，突然给我一条关心的问候而从低谷飞到了天堂。但这并不代表我不要 chemistry， 我当然要 chemistry 啦。没有 chemistry， 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要 date 呢？我当然是希望我看到了你就想亲，我和你在一起我就想抱抱你，我不和你在一起时候我期待见到你，晚上睡觉前我会想着你有没有睡好。但是我现在不会因为这个 chemistry 考了100分，就提前把这个我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的人，把剩下的考分全部都给打满分了。所以我真正想要的人就是有吸引力、有共同的价值观，还有稳定的人格魅力。Chapter 4， 如果今天让我回到20年前，如果想让我尽量降低进入一段不合适婚姻的一个风险，
我会给年轻的自己，也会教给将来自己的女儿。你们的大脑机制是在告诉你我要他，而不是在告诉你我能否和他走5年、10年，甚至50年。前者可以靠 chemistry， 但后者这个长期关系是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坚持和观察，还有验证。所以进入一段认真的 serious long-term relationship 之前，我会首先问这个8个问题。第一点 values 核心价值观，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。忠诚怎么看？婚姻怎么看？家庭责任怎么看？诚实意味着什么？只是不出轨吗？ Commitment 意味着什么？和我结婚吗？两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完全没有关系，一个人喜欢滑雪，一个人喜欢躺酒店也没事，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到这个度假村，你躺着我去滑雪。如果没有核心价值观的一致，长期进行这一方面的冲突，你们的关系会走得非常累。第二点 future goals 你们将来的方向，要不要结婚，要不要生孩子，将来要住在哪里，孩子要选什么学校，私校还是公校，事业家庭要怎么安排，谁做多一点家务，谁买菜多一点，谁做饭多一点，以后想要过怎样的生活，想住在哪里。Chemistry 再强，如果一个人想结婚，另外一个人想永远过着丁克的日子，那你们这样的日子能过得下去吗？换句话说，你们就是 compatible 吗？第三点 communication 沟通和冲突的处理，看两个人的沟通不是平时的一些 small talk 我们聊得很好，我们聊得很开心，而是 deep talk 的时候，你们产生了冲突的时候是如何对应彼此的一个沟通形式，是不是一味的去指责对方的错误，生气的时候你能不能让对方把他的话说完，我们会不会互相羞辱对方，会不会威胁，会不会用冷暴力沉默去惩罚对方，会不会砸东西，冷静之后我们会不会去反思，会不会来平复对方的情绪，能不能够修复，你有没有能力去说这件事情我处理的不好，对不起。其实很多关系走到最后并不是说之间有太大的问题，只不过这个处理问题的方式太错了。第四点 emotional needs 情绪的需求，有的人希望每天联系，有的人希望大部分时间都有自己的独处空间，有的人喜欢用语言表达，有的人喜欢 cuddle 亲密抱一抱，有的人不太善于言表，擅长用行动去表达。两个人当然不需要有100%的表达方式是一致的，但是最基本的情绪需求需要能够被理解和协商。如果长期两个人的关系就是你太黏，你太冷，那两个人很容易就产生你追我跑，你越追我跑得越远。第五点 lifestyle 生活方式，这个在 dating 初期特别容易被忽视。几点睡觉，卫生习惯怎么样，喝不喝酒，喜欢宅家还是喜欢出去 social， 运动吗，喜欢旅行吗，周末怎么过，家务怎么分，消费习惯怎么样，这些事情都特别的不浪漫，但是很多时候 compatibility 就是隐藏在这些不浪漫的事情中间。因为你们以后不是每天都坐在 fine dining 的餐厅里面吃饭的，你们最后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谁倒垃圾啊，谁管孩子，谁洗碗，谁叠衣服，这个月的钱怎么花，我们周六是去爬山还是在家里躺，这才是你们将来要面对的真正的生活。第六点 money 金钱观，这个是特别 spicy 的话题。我们说的 compatibility 不是每个人都要赚一样的钱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要花一样多的钱，一个人喜欢存钱，一个人喜欢享受，也完全没有问题。真正的问题就是你们的两种金钱观能不能够共存，双方是不是都认为只有我的想法才是对的，还包括了债务怎么看，共同支出要怎么分配，礼物怎么看，财务独立怎么看，未来的资产要怎么规划。钱这个东西啊，说实话非常不浪漫，但是进入长期关系以后，这一点又非常现实，很重要。7 sex compatibility 你们睡觉和不和谐，其中包括了频率、方式、沟通、避孕、亲密感的需求，还有我们能不能在自己觉得不羞耻的情况下和对方沟通也非常重要。你们两个人一开始的 sex chemistry 特别好，但是不代表你们长期的 sex compatibility 也可以非常好。8 family and social compatibility 家庭和生活圈，这一点很多人会忽略。你怎么看待对方的家庭？双方的父母在你未来的生活圈子里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？你是不是特别听妈妈话的一个人？你和朋友还有你的父母之间的边界在哪里？一个非常喜欢大家经常聚会，另一个又特别讨厌 social， 你们两个能不能够协调？
如果像我一样离婚了以后进入了第2次婚姻关系，你是不是能够接受他的前任、他的孩子、他的生活圈子和朋友关系？这些因素你会怎么摆？因为这些将来一定会进入你们的真实生活。在这里我要跟你们说一下 ，chemistry、compatibility 这2点都满足了以后，并不代表这个人真正的适合你。还有第3点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也是 character， 所以3C、chemistry、compatibility。character 这3点在一起才能够决定这个人是否才能适合和你走一段长期关系。character 不是靠你问出来的，你不是问他你 loyal 吗？他告诉你 loyal， 他就真的 loyal。嘴上说的和行动是2码事，我们不要听他嘴上开炮，所以我们要看他的行动。所以就是行动大于一切，不要让他对你画饼，你可以让他画，但是你不要太当真。所以我现在特别看重的是 consistency， 他说过的话做不做得到，他答应的事情是不是能够实现？3个月后、6个月后，他是不是还是你一开始认识的那个人？压力大的时候、起冲突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还是你一开始认识的那个他？你拒绝他的时候，他怎么对你？你们利益一致的时候，大家当然特别好，但当你们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，他是否还能够尊重你？所以让我总结今天的视频，我就给你们3个字，3个 C：chemistry、compatibility and character。chemistry 决定了我是不是被你吸引，我是不是愿意靠近你。compatibility 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能够走到一起，我们真的彼此靠近了以后，是不是会让对方越来越痛苦，还是越来越轻松。 character 决定了当事情变得不好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还能相信眼前这个人。所以我在这里不是要告诉大家要去找一个完美的人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伴侣。 compatibility 也不是100%的 match， 而是我们有那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是不是能够彼此理解、尊重和协商。最后我送给大家一句话，也是我特别想要再送给20年前自己的一句话：不要因为有了 chemistry 100分，就给他的 character 和 compatibility 也全部都打了100分。有感觉有 chemistry 当然很好，但是别忘了他会骗你。我想继续认识你，不代表你适合成为陪我走完下半生的那个人。剩下的答案都交给时间。好了，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我们下一次再见喽。